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颗兰花为什么被我转换成杯底无洞的水苔种植方式，还有我的这个转换的步骤，还有一些技巧来跟大家做分享。这颗兰花呢是两个原生种贝丽娜还有姬蝴蝶兰的交配种。好玩的是，这个兰花的名牌上面写着它的两个亲本都是白化的，但是呢出来居然有紫色的斑点还有紫色的唇，所以有人怀疑名牌可能写错了。但是这个呢不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或是讨论的重点。好，那这一颗兰花呢，本身它当初开花的时候来了4个花苞，但是最后一个花苞你现在看到这边呢，它其实最后没有开，掉蕾了。你看它颜色有点不太正常，原因是因为我猜啦，因为我要照相要做影片，挪来挪去的，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太打扰到最后这个花苞的一个形成。其实它已经蛮大，快要开了，但是最后还是就掉苞了。虽然有点可惜，但在养兰上面这种其实算挺常见的。我之所以会在7月底帮它换容器跟换介质，原因是因为太多的根系长到空气当中了，然后呢杯子又太浅了，所以我觉得这颗兰花呢用大一点的容器会比较适合。在我将兰花完全出盆之前呢，我其实有对它先进行浇水的动作，让这个介质变湿了之后呢，就比较容易能够清理这个根系还有旧的介质。那你看到这边我把很多的根系长到空气的这个气根呢，都把它小心的把它放到大一点的杯子里面，然后呢，我再斟酌一下，就是说这个兰花我应该要就是把它的角度调好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把新的这个水草、水苔慢慢的松松软软的把它放进去。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水草它是相当的蓬松，我基本上就是慢慢的用筷子或是叉子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再稍微搅动一下，让它变得非常蓬松。因为重点就是要让它有水草、有湿度，但是也要有空气。那我自己个人经过了一些实验之后，我发现在放好水草之后呢，如果你往下吹气，感觉你的气是有进入到杯子里面，然后从杯子的另外一端跑上来的话呢，基本上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方法要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不可以把水草加太多或压得太紧。很幸运的2周之后差不多2周啦，7月底到8月18号，你就发现这边有大概4个根在长新的这个 root tip， 就是新的这个根系在长表示这颗兰花非常非常快的就适应了这样子的一个种植。当初我其实在想说，一些长在空气中的这个气根它是不是会不适应杯子里面的湿度，所以我在浇水上面还有通风上面非常非常的注意。但到最后呢，我发现其实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搞，所以这颗兰花它其实对这样子的这个种植方式呢，它非常非常的 OK。我当初为什么会用那么小的杯子，原因是因为这颗兰花当时的根系其实没有太好，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小一点的杯子，少一点的水草，慢慢的把它养好之后再换。那处理得当的情况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根系很茂盛，那因为都长在空气中，都变成气根，然后又占了太大的空间，我就想要把它浓缩一点，所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盆子，把这些根系全部都慢慢的放到杯子里面。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这些根系我在放到杯子之前我其实都有用水先喷过，让它先有湿度，这样的根比较柔软，才比较不会在过程中被折到或凹到而导致断裂。
但是呢，兰花的根啊，根被断裂啊，其实也不是说太严重那这个呢，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的话题。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3周3周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它中间的新叶子长得更大了。当时我还不确定它是不是要长叶子，只是觉得好像有那个可能。但你看到中间这片叶子啊，长得非常的快，3周就长到这么大片。再来呢，你看到啊，它的这些当时的这个根系啊，也新长的根系也长得相当的快，3周而已马上就已经往介质里面开始长。那在杯底的部分呢，也很高兴的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根长出来。那它是白色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在这个杯底那透过这个没有办法透过外杯这个蓝色的外杯接触到阳光，所以新长的根系呢颜色就会稍微淡一些，或是甚至呈现白色，因为它没有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就没有叶绿素在里面。那综合上来看，你会发现这边的这些根系呢，全部都很健康。原因是因为啊，这种种植方式呢，它也是需要空气，所以我水草我会让它从到很湿到很干这样干湿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对于兰花来说呢，它们是相当喜欢的。那我这边说的干啊，是真的是完全干比如说你手啊，在压那个水草的时候啊，你要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干，它的水草呈现已经变成脆脆的，然后呢是几乎像是淡淡的这种卡其色，因为水草像现在这边呢它是湿润的，它会比较呈现深色一点的颜色，所以当你的这些水草全部都变成比较白，然后你压下去的时候呢都干干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加水的时候。那你现在看到的这边啊，我手指的这个部分啊，这片水草这个部分的水草是我加的，因为我要避免它长出来的这条根呢是往上长所以当它碰到杯缘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水草加上去。那加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影响，有时候能够影响根系它长的方向，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不会长出来，它就会在你看啊，我就稍微把它压下去一点，它就渐渐的往杯内介质里面再长下去。目前我好像有4-5颗兰花都是用这种杯底无洞的水苔种植方式在种，所以呢，我这边也在准备了另外一颗兰花跟大家分享，它这种方式的一个近况。这颗兰花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跟大家介绍过，原因是因为这颗兰花买回来之后啊，当时我不太知道这颗兰花怎么种，所以呢其实它烂根，然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拯救看看。那也因为它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其实常常不是很喜欢理它，因为个人对它这颗兰花小小的感到不是很满意，有点不爽所以呢我一直都没有做影片更新。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这颗兰花也是因为之前很多根系都长到空气变成气根，但是呢我为了要让这颗兰花有更多的根系在介质里面能够更快的吸收水分跟养分的情况呢，我也是把它就是取出原来的盆，然后先把水草旧的介质全部清干净之后呢，我再把这些气根全部都用水喷湿，然后等个几分钟让它整个湿润柔软之后，我再把所有的气根慢慢的放到杯子里面之后，调好角度，再慢慢的开始酌量的加入我要的这个水草的介质。那重点一样，就是要非常蓬松松软的把这些水草放进去，让它周围根系呢，水草跟根系的之间都还是有很多的空气。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我为什么手在碰这些叶子，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最外面的这片叶子是最大的叶子，那是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它的大小那因为后面烂根，那个时候还在纽约这颗兰花可能已经快2年了，还在纽约，冬天的时候烂根，那没办法，那只有把根剪掉。你看它最大片叶子的上面一片叶子非常的小片然后呢才又慢慢的透过这样的种植方式之后，长了大片一点的叶子，然后再
一直到中间的这片新的叶子，所以它的叶子有逐渐长变越来越大的情况，这个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棵兰花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恢复蛮不错的状态。总而言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我觉得这种方法呢也挺好玩的。那我在我的频道里面也做过几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种植方式，不妨去参考看看。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非常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